百期詳解紅白機全遊戲巡禮。大家好，我是雷文。对於喜歡看懷舊遊戲內容的朋友來說，能在記憶當中長久留存的，大多是那些經典的遊戲。好的遊戲在玩法上總會被大量的模仿，所以這些形式也是玩家最常見的。但在遊戲史上，總有那麼一些非典型的內容，可能水準並不高，也沒什麼知名度。不過了解它們一定能帶來新奇的體驗。今天要介紹1991年3月發布的作品，其中就有幾款非典型遊戲。下面就進入主題。龍與地下城：幽城寶藏。距離上一部 AD&D， 也就是高級龍與地下城系列的遊戲還沒過多久，這裡又迎來了該系列在紅白機上的第二作。第一部《龍與地下城：長槍英雄》是91年1月發布的，是一款超級爛作，在第88期介紹過。本作的副標題英文原名 Hills Far， 原始版本於1989年發布在電腦端，由 Westwood 開發 ，Strategic Simulations 發行。紅白機上的日版和美版依然由波丽佳音和富士产經國際代理發行。涉及 AD&D 的背景內容過於龐大，這裡還是專注於遊戲本身的內容。故事發生在希爾斯法爾，一座位於被遺忘國度的虛構城市。玩家扮演的角色在這裡展開冒險。遊戲裡並沒有完整的故事鏈，而是以任務的形式驅動，並按照職業劃分成幾個獨立的內容。類型勉強算是結合了動作冒險元素的 RPG。一開始是創建角色，也可以加載預設或者繼承。有矮人、精靈、人類等6個種族，選擇性別，然後是牧師、戰士、法師和盜賊這4個職業，再選擇一個所屬陣營。電腦根據這些隨機一套屬性點數，角色從城外的營地開始旅行。大地圖上有一些可以前往的地點，前往不同地點的旅途都以一個騎馬的小遊戏呈現。測試圖顯示，通過跳躍和蹲伏躲避隨機生成的障礙。A 鍵跳躍， B 鍵鞭打馬匹，結合左右方向鍵加減速度，方向鍵下蹲伏。如果連續4次落馬，得被迫改成步行前往目的地。到達城鎮希爾斯法爾後，畫面變成俯視角顯示，城鎮非常的龐大，有很多建築。信息欄裡同時還呈現左右兩側的內容。根據玩家所選擇的職業不同，在遊戲內可以做的事和能前往的地點也不一樣。主線內容是前往對應職業工會接任務，根據任務的內容收集信息、探索迷宮或者執行其他必要的元素。完成任務獲得金幣和經驗值，每個職業按順序完成幾個任務就能退休。任務之外也可以在這個世界自由探索。城鎮的左上方有一個競技場，有些任務內容涉及到在這裡戰鬥，也可以在這裡賺取金幣。A 鍵結合左右方向鍵攻擊，方向鍵下是特殊移動。不攻擊時，另外的幾個方向鍵對應不同的格擋動作。城鎮的右上方是射箭場，作用和競技場類似，通過十字準心瞄準，按 A 鍵發射擊打靶子。射擊還要考慮天氣情況，還有額外的獎勵分數。遊戲裡有時間的流逝，城鎮中不同的建築有自己的營業時間，還有的特殊地點只在特定的情況下開放。有的地點进入後是迷宮的場景，可以搜刮寶箱。有些寶箱是上锁的，有幾種特殊的道具可以開箱，也可以暴力開箱，但可能觸發陷阱或者招來守衛。如果職業是盜賊，有專門的開鎖工具，開鎖的過程又是一個迷你小遊戲。從下面已有的工具裡選擇和鎖芯形狀相匹配的，有時間的限制，如果選錯會導致工具損壞，得到專門的地點維修。在迷宮探索時，畫面上方有時間條，進行到一定的時間後，有守衛進來追捕玩家角色，如果被抓住的話會被送到監獄。大部分北美以外的玩家对於龙與地下城的背景並不熟悉，玩這款遊戲就會有很多令人困惑的地方。雖說歸類為 RPG， 但遊戲裡的戰鬥很少，實際上是冒險探索和小遊戲相結合的方式。交互界面有大量的文本選項，看着相當繁瑣，基本的操作方式也很麻煩。幾個動作相關的小遊戲操控更是糟糕，沒有連貫的故事，劇情和玩法都是拼湊而成。作為龍與地下城的粉絲，可能會從遊戲當中找到一些熟悉的元素，但作為一款遊戲，它並沒有什麼亮點。個人評價1星半。
創業人生，一款地產大亨式的桌面棋盤類作品。遊戲的設計師是枯井雄二，這也是一個系列作品。該系列現在常用的中文名是富豪街或者人生街道。本作是系列的第一部，這作是 ASCII 發行的，但後續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由艾尼克斯和合併後的史库威爾艾尼克斯發行。這款遊戲的構想來源於枯井雄二和他的大學好友佐久間晃的一番討論。佐久間晃憑借模仿枯井的《勇者鬥惡龍》制作了《桃太郎傳說》，後來又推出了《桃太郎電鐵》，於是枯井推出了一款同類型的桌面棋盤遊戲，對標佐久間的《桃太郎電鐵》，這也算是某種程度上的互相成就吧。本作是到目前為止紅白機上玩法最接近大富翁的棋盤遊戲。這裡說的大富翁指的是現實中的桌遊。進遊戲後設定玩家的人數，最多4名玩家同時遊戲，有5張地圖可選，在遊戲裡被稱為不同的街道。除了街道1是3名選手參與，後面的地圖參與人數都是4人，玩家人數不夠的由電腦補足。有7個不同的角色。該系列前幾部的角色都是原創的，後來的很多作品則使用了勇者鬥惡龍和最終幻想裡的角色。獲勝條件是賺取目標金額，或者有人破產進入到結算。來到棋盤上，角色都以銀行為起點出發，初始擁有一定量的資金，輪流扔骰子，並根據掷出的點數移動棋子，可以手動控制移動方向，並在岔路做出選擇。棋盤上有幾種類型的格子，最常見的是商店房產，停在該類型的地塊上，可以花錢購買，獲得所有權。對手來到了這個地塊時，得向擁有者支付購物費。對手還可以花5倍的價格將這個地塊據為己有，但得考慮是否值得。當再次停留在自己的地塊，通過增加投資可以提升地塊的價值。對手到訪後需要支付的購物費也相應上漲。購買幾個處在同一個區域的房產，即使房產的價格保持不變，也能形成壟斷區域，增加收入。第二種是带有問號的格子，經過這類格子就能獲得格子右下角對應的花色圖標及其4種花色或者3種花色加萬能牌，再經過銀行就能發薪水。如果停在格子上，抽取1張機會卡，觸發各種隨機事件。第3種漢字修的方格，停在這裡的話，該回合自己的地塊免租。銀行除了發薪水，還可以購買不同區域的股份，這也是這款遊戲的核心內容。不管是否擁有該區域地塊都可以購買，買入超過10股推高股價，賣出超過10股降低股價。不同的地圖可能還有自己獨特的格子，像是有的地圖上有賭場，來到這裡資金充足的話，玩家會被迫在輪盤上下注。3號地圖有飛機的格子，4號地圖有幸運格子。這款遊戲推出後在日本大受歡迎，評價也很高。本作是1991年的遊戲，對後來的很多同類作品產生了影響，不但保留了現實棋盤大富翁的特色，還針對電子遊戲的形式設計了很多巧妙的規則，像是股票5倍強制購買等元素。這些新加入的玩法不但在原有棋盤的規則上增添了樂趣，還增加了策略性。隨機事件雖然也有影響，但策略也不能忽視。電腦控制的角色很強，地圖的設計也很好，即便單人遊玩也能獲得不錯的體驗。個人評價4顆星。幻法小魔星，東星開發，萬代發行，根據同名動漫改編的一款橫版動作作品，也有中文翻譯叫《神通小精靈》。原作是江川达也的奇幻喜剧漫畫，1988年到92年在少年 Jump 上連載，90年播出动畫。故事講述了小學生江戶城本丸在班上學習差、運動能力差，還經常被欺負。無意間，他在繪本作家父親的房間裡用魔法陣召喚出了會魔法的小魔星，他用魔法幫助本丸應對各種挑戰。同時期改編的遊戏除了 FC 版，還有超任、MD 以及幾個掌機的版本。4年還發布了續作。遊戲裡的故事也來自動畫，開始有一段本丸召喚出小魔星的劇情。本作在形式上大量的借鉴了超級馬里奧3代，有8大世界的主題场景，每個世界有一個單獨的大地圖，包含多個關卡，在大地圖上移動，來到對應的數字編號進入該關卡。橫版的場景裡控制角色 ，A 鍵跳躍，B 鍵攻擊，
小魔星的攻擊方式是吐舌頭，攻擊的方向也可以朝上方和下方，跳起後只能左右攻擊。角色是祭司的設定，碰一下直接掛掉。除了对付敌人，用舌頭可以獲得场景裡的章魚燒，它相當於遊戲裡的貨幣，收集後能夠用來購買道具。章魚燒本身也能夠當做跳躍的平台，有的章魚燒吃了之後還隱藏有特殊的效果，像是直接增加10個，獲得獎命或者短暫無敵等等。關卡末尾出現的3個章魚燒，其中的一個吃掉會直接過關，另外的2個分別對應獎命和10倍章魚燒。完成關卡後進入商店，用積累的章魚燒兌換道具，根據消費的數量獲得刮刮卡，從6個裡面刮開3個，如果這3個顯示同一種物品，就能獲得該物品。翅膀和傳送土豆這2種稀有的道具只能通过刮刮卡的方式獲得，在大地圖上可以存檔，但得消耗一個專用道具。地圖上除了選關，還有其他的內容，像是禮盒能夠獲得道具，神奇背包獲得關卡中使用的魔法物品，氣球圖案是玩一個賓果的小遊戲，亮起的圖案連成一條線獲得獎命，還有大地圖上的章魚燒，來到浪速松五郎的章魚燒攤位，接住他扔出的章魚燒，大部分都是10倍的效果，表現得好也能獲得獎命。遊戲裡的道具有2類，一種是在大地圖上使用的，但效果可能體現在關卡裡，像是浴球能提示關卡的特點，護目鏡能看到關卡裡隱藏的章魚燒，鞋子能提升移動的速度和跳躍力，在冰面上避免打滑。有部分關卡是在水下游泳，有對应提升游泳速度的道具，能量果汁能在關卡一開始就處於無敵的狀態，其他的還有增加額外受傷機會的，以及前面提到的飛行和傳送的道具。第2類魔法物品在關卡內使用，要在關卡裡按選擇鍵，像是自動吸收章魚燒的引力、抵禦敵人子彈的排斥力等等，也有6、7種。8個世界是不同的主題，總共有大約60個關卡。和馬里奧一樣，並不一定要完成所有的關卡，每個世界之間還穿插一些過場劇情。遊戲裡也有 BOSS， 命中 BOSS 3次將他擊敗。儘管這是一部模仿超級馬里奧3的作品，但素質很高，有多樣的道具，不同主題的幾十個關卡有豐富的內容。原作中的角色還原的都不錯，加入了一些原創敵人，但也不影響整體的氛圍。配上可愛的畫風和優質的 BGM， 玩起來趣味性很強。祭司的設定給遊戲帶來了較高的難度，而且關卡中沒有中繼點，操作的手感上略顯生硬，跳躍判斷比較嚴格。另外有些素材重複利用，部分關卡的設計上略為遜色，總體上還是相當不錯的，個人評價3星半。魅影智慧遊戲原名是 Shadow Brain， 一款未來科幻主題第一人稱 3D 地牢 RPG。 這部作品因為幾個鮮明的特徵而在遊戲的歷史裡留下了痕跡。本作由 Central and Art 開發，除了 FC 版，幾乎同時期還發布了 Mac 版，在蘋果電腦端成為了日本首個 CD 光盤遊戲。FC 版由玻璃佳音發行，售價來到了9800日元。隨卡帶同捆銷售的還有一盤錄像帶，裡面包含了一段20分鐘的視頻，有開場動畫的 CG， 還詳細介紹了故事背景和一部分主要角色。另外，玩家可以再單獨購買一張遊戲的原聲 CD， 並在遊玩的過程中將其作為備用音效使用，和遊戲畫面同步，以提升聲音的體驗。當時的開發團隊在作品裡對於人類未來的網絡世界有諸多描繪，其中有網絡論壇、聊天室和網絡購物等內容，這些在今天都成為了現實。制作組對於網絡的認識和卓越的前瞻性得到了廣泛的讚揚。故事開始於1990年，才華橫溢的電子工程博士魯德格因其前沿的研究而遭到排斥，被迫隱居。他的兒子俊自學了父親的人工智能程序。某天，一個名叫萊拉的少女出現在俊和父親的電腦裡，憑借着他留下的信息，魯德格完成了將物質轉化為電信號以穿越時空的研究，並以自己的身體作為實驗對象進行了時空旅行。俊也隨後跟隨，兩人來到了100年後的2090年，一個名為利莫里亞的賽博都市。俊發現失蹤的父親正在被追捕，
在這個由人類、機器人和改造人組成、衝突不斷的世界裡，還流行着名為電子迷幻遊戲的電子遊戲，通過數字網絡直接向玩家大腦發送電信號，提供更高級的模擬體驗。玩家控制主角俊，全程都是第一人稱視角探索 3D 的迷宮。主角擁有一個叫做 VDS 的頭戴設備，屏幕上顯示的信息都來自於這個設備。通過底部的9個圖標進行互動和各項操作。第一排眼睛的圖案是查看，手的圖案是拿取，卡片圖案用來開門，需要擁有相應的卡片。第二排嘴巴的圖案是對話，拳頭圖案是戰鬥，後面的盒子是道具。最後一排第一個圖標是查看角色的狀態，磁盤圖案是使用 VDS 程序，能夠查看區域的完整地圖。最後一個電話的圖案用於連接遊戲世界裡的網絡。角色有3個武器欄位和4個裝備欄位。探索時經常會遇到其他的角色，也有敵人。與之戰鬥時，畫面背景切換，底部的指令也會發生變化。第一排對應3種攻擊的方式：拳头、近戰武器和遠程武器。不同的攻擊方式对應不同類型的敵人，還有防禦和逃跑，以及使用已經獲得的程序。戰鬥獲勝，積累經驗值升級。遊戲的世界分成10幾個區域，每個區域都相當於一個迷宮。有些 RPG 遊戲裡常見的設施，再就是診所能恢復生命，旅館除了恢復生命，還用於存檔。壽司店比較特別，壽司的品類在頂部滾動，是貨真價實的旋轉壽司。在區域裡探索，需要得到設備的升級包或者新的程序才能繼續推進。故事的最後，主角俊找到少女萊拉和奄奄一息的父親，並擊敗了最終 BOSS 蓋達。蓋達的真實身份是主角創造的人工智能。通過互聯網獲取各種知識後，他從主角的電腦當中逃脫，並創建了一個自我複製程序，在幕後重塑和統治賽博世界。這款遊戲發售時銷量不佳，現在就顯得非常冷門。作為 3D 地牢 RPG， 系統上並没有什麼太新鮮的，這個部分並不出彩，做的也相對精簡。除了同捆錄像帶和原聲 CD 這些多媒體產品，本作的風格相當獨特，營造了一個氛圍濃厚的未來科幻的網絡世界，還是值得嘗試的。個人評價3顆星。爆笑人生劇場2，泰東出品的桌面棋盤類遊戲，人生劇場系列的第2作。第一作1989年發布，在第50期介紹過。這個系列是基於現實中的桌遊、人生遊戲改編發展而成的，但並不拘泥於桌遊的規則，有自己的原創內容，從而形成了該系列獨有的特色。和前作一樣，依然是模擬從幼兒園到老年全部的人生歷程。經遊戲先設定玩家和電腦的人數，最少2個角色就能開局，最多還是4人。之後選擇性別、血型，用不同的髮型、眼睛、鼻子和臉型來創建人物的形象。遊戲的主要目標是在結束時擁有最多的金錢，排名取決於財富數量。呈現的結果根據最終的金錢、能力值和職業而有所不同。基本的玩法和前作差不多。角色在棋盤上輪流扔骰子，按點數走方格。角色有3項屬性：體力、智力和運氣。根據不同的隨機事件，這些屬性會發生變化。幼兒、小學、中學和高中在同一張地圖上進行，高中畢業後切換到另一張地圖。方格上不同的圖案對應了不同的功能。普通的白色方格是各種日常事件，有好有壞。禁止通行的圖案強制停下來，通常是入學和畢業典禮，有的需要選擇課程路線。鉛筆、啞鈴和月亮的圖案分別對應了智力、體力和運氣相關的事件。愛心的圖案是戀愛事件，從小學階段開始出現，影響約會對象的好感度。成年後更換地圖，上大學或者工作。本作的大學錄取和前作不同，是否錄取取決於屬性值。工作包含了歌手、運動員、科學家等11個種類，每個職業從初級到頂級分成了4個檔次。地圖上有黃色、紅色和藍色的五角星，對應事業相關的事件。蘿蔔的圖案是這個系列傳統的股票交易，在這裡能夠買賣股票。除了股票，鑽石、公寓也能成為資產。
和前作一樣，某些情況下会觸發迷你遊戲。小遊戲的內容包括了拋球投籃、太空侵略者、打地鼠、賭場的賽馬和老虎機等8種。另外，這一作增加了龙宮城、宇宙和監獄的隱藏地點。觸發進入到這些地點之後，它們有單獨的地圖，其中包含了這個主題對應的獨有事件。和上一部作品相比，延續玩法的同時增加了一些內容，畫面進行了優化，從體驗上來說變化不大，個人評價3顆星。十字軟件麵包超人喜歡平假名，東星開發，萬代發行。紅白機上十字軟件麵包超人系列的第2部，上一作的名字是十字軟件麵包超人喜歡畫畫，在第81期介紹過。這個系列面對的對象是低齡群體，做一些啟蒙性質的娛樂活動，並不屬於教育軟件。遊玩時需要外接該系列專有的觸控板。這一作有5種遊戲的模式。第一個，益智拼圖，將不同角色形象的图形碎片移动到右邊的容器，拼出完整的图形。大家來玩捉迷藏，在畫面裡用一個橡皮擦找到躲藏的角色。每個畫面有5名角色，如果出現的是細菌就算失敗，但只露出一小部分的話還有挽回的余地，所以只需要在開始擦除的時候小心一些即可。平假名書寫筆畫，隨着麵包超人移動的軌跡按順序書寫平假名，右側有詞彙和對應的圖片，這些詞彙的平假名按照50音图的順序排列和分類，在畫面頂部選擇對應的分類，還有阿拉伯數字的書寫。大家來找茬，經典的找不同的遊戲，在左右2個相似的圖片中找到不同點，頂部的問號相當於難度的設置，較高的難度下，左側原圖會在幾秒鐘後消失，點擊錯誤的位置達到3次就算失敗。最後一個，蘋果的森林，麵包超人從空中飛過，往下扔蘋果，控制下面的角色接住蘋果獲得分數。中途細菌出現，往下扔炸彈干擾玩家。畫面頂部可以選擇僅左右移動，或者4個方向移動。需要強調的是，實際遊玩時，這些操作都是在專用的控制板上進行的，因此並沒有看上去那麼容易。小遊戲的種類比上一作多了一個，平假名的拼寫有些學習的效果，但感覺整體的趣味性和創意不如之前的畫畫。個人評價2星半。北斗之拳4七星霸權傳，北斗神拳的盡頭。這名字是真夠長的。東映動畫出品的漫改遊戲，北斗神拳的第4部作品，這也是紅白機上該系列的最後一款。後來的5代就轉移到了超任平台，1代和2代是動作的類型，89年發布的3代改成了 RPG。本作延續了3代的角色扮演形式。上一作基本上已經把原作劍次郎的故事講完了，所以本作是原創的內容。武論尊和動畫版的編劇戶田博史參與了遊戲的制作。故事設定在原作完結的10多年之後，20XX年，主角不再是劍次郎，名字可以自己取。他是居住在馬拉德村的年輕人，立志成為一名武術家。在修行歸來時，發現村子被襲擊，母親被殺害。主角要與混亂中出現的名為李南斗的組織對抗。基本的系統是 RPG 常見的方式：大地圖探索、城鎮和 NPC 對話、收集信息、購買装備道具。A 鍵打開菜單後，使用對話、調查、物品等各項指令。大地圖隨機遭遇進入戰鬥畫面。回合制的指令形式風格和上一作差不多。第一場戰鬥很容易被雜兵幹掉。我方角色和敵人的頭像處在畫面的左右兩側，下方顯示角色的 HP、OP 和等級。OP 是使用奧義招式消耗的點數。戰鬥的幾個指令是常規的攻擊、使用奧義、物品和逃跑。開始的時候主角是1個人，隨着流程的推進能夠找到同伴加入，組成最多4個人的隊伍。主角的身份也被揭開，他是北斗一族的後裔，手臂上有7顆星形的胎记。他要成為北斗神拳的继承人。加入的同伴當中也會有使用北斗神拳的角色，還有南斗水鳥拳的繼承人，以及其他原作當中主要角色的後代，像是拉奧的兒子、法爾科的兒子等等。剑次郎會在後半部分出現。BOSS 戰和前作一樣是1v1的形式，
同伴和敵人都有各自的口頭禪，會在戰鬥中攻擊時以對話的形式呈現。學習奧義的方式除了升級自動獲得，還有一種方式是造訪前人的墓碑。這款 RPG 能夠拿出來說的內容實在不多，劇情的推進方式很單一，基本上就是到達一個城鎮，擊敗 BOSS， 再前往下一個城鎮。本作的地牢設計相當的糟糕，準確的說是和前作一樣糟糕，也沒有什麼探索解謎，高遇敵率，戰鬥平衡性很差，得頻繁的更換裝備。畫面水準放在1991年可以用低劣來形容。到這裡，紅白機上4款北斗神拳的遊戲沒有一款像樣的，除了2代相對的好一點，其他的幾款都是低質遊戲，實在可惜了這個 IP， 個人評價1星半。大野蛙的大冒險，一款动作益智類的作品。主角是三丽鸥旗下的人气角色大眼蛙，這是三丽鸥在紅白機上的第2款遊戲。之前也介紹過，發行商 Carricksoft 是三麗鸥的子公司，專門發行該公司人氣角色為主角的遊戲。紅白機上大眼蛙作為主角的遊戲有3款，還不包括他參演的其他三麗鷗遊戲。本作是第1部，有一個簡單的故事設定：大眼蛙可洛比的女朋友可洛琳被綁架了。可洛比要救出女友。游戲包含7個城堡，每個城堡裡又有4到8個關卡，總共大約有50關。這些關卡分成4種類型，用不同的水果圖案表示。關卡裡的目標都是一樣，從起點出發，找到合適的道路到達終點。A 鍵是跳躍，結合方向鍵能跳一格。B 鍵重開關卡，如果收集到了雲朵，按 B 鍵使用雲朵。關卡裡有時間的限制，在畫面右側用冰激凌表示，收集冰激凌的道具能延長時間。其他道具還有額外分數的糖果和進入獎勵關的愛心。蘋果類型的關卡是走迷宮，在這類場景裡有樓梯能下到地下，地下區域看不到道路得自己嘗試，還有單向的箭頭和橋梁，有可以改變箭頭方向的機關。葡萄類型的關卡，在一個池塘裡顯示通往終點的路徑，過一會兒路徑消失，玩家要記住路線，然後走到終點，走錯的話會掉到池塘裡。檸檬類型的關卡結合了黑白棋的玩法，大眼蛙每次移動一格，對應的棋子會翻轉，如果是兩端有顏色相同的棋子，這一條線上的棋子都會變成同樣的顏色，大眼蛙只能夠在相同顏色的棋子之間移動。標有五角星的位置，踩上去會讓所在的行和列都翻轉過來。木瓜圖案的關卡，從一個荷葉跳到另一個荷葉或者粉色的墊子上，粉色墊子只能從特定的方向進入或者離開，每次落在上面都會讓它旋轉90度。相對的來說，後2種類型的關卡難度要大一些，需要思考和推演，前2種只需要記住路線即可。如果獲得愛心，進入獎勵關，在這裡是4選1的路線選擇，只有一條路徑能夠到達終點，連續完成多個 level 完成獎勵關，通過一個城堡裡所有的水果關卡，移動到下一個城堡直到通關。作為一款動作解謎類型的作品，上手容易，還有可愛的畫風。不過4種類型的謎題如果是面對兒童群體，前2種的難度還比較合適，後2種的難度就偏高了。如果是年齡大一些的玩家，前2種只是記住路線，缺少變化會感覺無聊，總會有一半的謎題不太合適。個人評價3顆星。忍者查查丸銀河大作戰，杰里可旗下的人气角色，查查丸系列在紅白機上的第6款遊戲，也是最後一部。查查丸作為很早就登陸紅白機的角色，這個系列幾乎貫穿了紅白機的整個時期，現在終於迎來了完結。從早期的簡單動作類型到後來的幾部 RPG， 本作又回歸了傳統的動作形式。故事背景從地球轉移到了外太空，小櫻公主也是可操控的角色。查查丸和小櫻公主正在欣賞千年一遇的流星雨，一艘宇宙飞船突然墜落，兩人來到飞船墜落的地點，猶豫地進入到飛船裡，監視器上出現了一個自稱為銀河大王的人發出的通信。他說宇宙的統治者唐·戴维斯·洛伊達把他的星球变成了可怕的机械星球，
兩人決定前往銀河之星一探究竟。開始可以選人，查查丸衝刺能力更強，小櫻公主擁有更好的跳躍能力，操控有些特別。A 鍵跳躍，普通的攻擊方式是在空中用武器向下砸向敵人，跳躍時自動做出這個動作，也就相當於馬里奧的踩踏攻擊。B 鍵有多個用途，按住 B 鍵一小會兒，角色做出一個準備起跑的動作，這時鬆開，結合方向鍵加速衝刺，能大大增加跳躍的高度和範圍。按住 B 鍵更長的時間，角色從準備起跑的動作變成翻滾動作，這時衝刺可以翻滾撞擊敵人，但如果按住 B 鍵蓄力時間過長，會大口喘氣，並短暫的失去行動能力。有道具的時候按 B 鍵使用道具，道具有宇宙手裡劍，實際上是一個新月形的回旋镖，宇宙炸彈，以拋物線的軌跡投擲炸彈。查查丸和小櫻公主投出炸彈的形狀不同，武器道具有數量的限制，在畫面底部的中間顯示。宇航服是防護道具，能幫助主角額外承受一次傷害。有幾種道具被定義為忍術，像是脈衝之術，一段時間內跳躍動作變為空中翻滾，此時具有攻擊判定的效果。霍巴之術，這是音譯，找不到合適的中文意思。短時間內可以在空中多段跳躍。機械之術，短暫的變身成一只機械青蛙，這時消滅敵人獲得獎命。還有定住敵人的時間停止、獎命道具和分數道具。另外還有一類字母道具，收集3個相同的英文字母，即可在 BOSS 戰的時候召喚一個魔獸作為支援角色幫助戰鬥。有3種支援魔獸，如果收集3個字母不同， BOSS 戰時右下方出現失敗魔獸斯卡，他只會待在那裡什麼也不做。遊戲總共有7個世界，對應7顆星球，每個星球包含3個常規的關卡和一個 BOSS 關卡。常規關卡的末尾很多時候都要進入一個傳送空間，得用衝刺才能跳上去，並且按住方向鍵上進入。關卡的版面有橫向的，也有纵向的，還有混合的。這款遊戲有一套比較特別的操作方式，初上手的時候感覺挺有意思，但稍微多玩一會兒會發現關卡的設計過於強調了這套操作的運用，大部分的地方都得衝刺蓄力，過多的原地蓄力導致流程相當的不連貫，而且不少場景受到空間的限制，很難操作。畫面音樂還不錯，人物的基本動作也是流暢的，只是操作方式和關卡的設計放在一起顯得很不搭，沒法帶來良好的遊戲體驗。個人評價2星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如果您喜歡這個系列，還請多多支持。咱們下期再見。